我恨毒了小三，因为我妈就是被小三逼死的。出事那天，我爸不顾劝阻，执意要给小三过生日。我妈一气之下，直接从28楼跳了下去，粉身碎骨。可如今，我却成了人人唾弃的小三，成了破坏别人感情的垃圾。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非我本意，但却是我自己选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理智回笼，我从浴缸里冲出水面，终于呼吸了过来。简单擦了身体，换了件真丝连衣裙，我走进客厅。沈星辰从外面走了进来，雨水打湿他的发丝和外套，他白皙俊美的脸上表情依旧冷淡，带着挥之不去的疏离感。他明天就回来了，我和他准备下个月举行婚礼。他垂头，看我的眼神微微发烫，似乎期待着什么。我心头微酸，小脸绷着，是吗？那恭喜你了，得偿所愿。沈星辰蹙眉，黑沉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满。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他想让我说什么？哭哭啼啼哀求他留下来，还是大吵大闹提出分手？我这样的身份，能奢求他什么？深吸一口气，我无奈道：“那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”李瑶瑶，沈星辰被激怒了，快步走过来，扼住我的下巴。你可以不在乎我，但也不在乎我体内的那颗心脏了吗？提起心脏，我心头隐隐刺痛了一下。当初就是因为告知沈星辰所移植的心脏是我死去男友的之后，他便细心照顾了我1年。这1年时间里，说一点都不感动是不可能的，但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爱上我，而是借他的手来复仇。至于他有没有爱上我这个问题，我不想深究，所以他的问题我不想回答。我想要的是破坏我家庭的小三去死，而这一切都要借助眼前的男人。我推开他的大掌，依偎进他的怀里，轻车熟路地抚摸他的不满。他翻身把我压在了身下，我想这一幕应该被我提前放置好的摄像头给拍了下来。第2天醒来，我掏出手机调取监控，查看了昨晚和沈星辰的一夜激情，随后把视频发给了好友莫问。他问：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放风出去，让卢莹莹知道我的存在了。她破坏我的家庭，我也要毁她的，谁也别想好过。你想清楚了，这卢莹莹可不是省油的灯，我怕到时候会对你不利。我无所谓地告诉他，对我不利那是必然的，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从我接近沈星辰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很久，我不想继续等下去了。莫问长叹一声，好吧，视频我帮你保存起来，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。但是你也要万事小心，知道吗？好。我简单的挂断了电话，走出了公寓，来到医院。奶奶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，沉重的医疗费压得我喘不过气。其实这也是我走上小三这条路的开端。3天后，沈星辰的未婚妻找到了我。你就是李瑶瑶？他带了3名肌肉爆发的打手，将我堵在医院后面的巷子里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耳光甩了过来。我捂着脸，看向小脸美艳的卢莹莹，脑中叫嚣着：终于见到她了，这个挨千刀的贱骨头，爸妈拜她所赐，死于非命，我绝不会放过她。卢莹莹高傲道：想必不用我说，你也知道我找你的目的，开个价。
只要你肯离开星城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这1年来，就当做你卖身给他的酬劳。开价？卖身？他还是那么自信，又随心所欲。抱歉，我不会离开他。卢莹莹大怒，骂我明知道星城有未婚妻，却还要插足进来当第三者。我只觉得可笑。这句话我也想奉还给他。是啊，明知道对方有妻子小孩了，为什么还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呢？随后2个打手按住我，另外一个狠狠地抽了我10几个耳光，直到我被打得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他才像只胜利的孔雀一样扬长而去。回到家里，我拿冰块敷了一下被打肿的脸，虽然不知道卢莹莹接下来会对使出什么手段，但我一点也不怕。第2天一早，我被莫问打来的电话吵醒了。不好了，公司的 BBS 里都在疯传你被人包养的信息。我睡意全无，打开电脑，一张模糊不清的相片中，女人挽着男人的手，一起走进富豪大酒店。图片下面刷出了几百条留言，有的说我是清纯的婊子，有的猜测那男的是不是隔壁公司的王总。当然也有跟我相熟的一点的同事站在我这边替我说话。看完这些评论，我的内心并没有过多的波澜，只是静静地退出论坛之后，一如既往地上班去。路上下起了小雨，我站在路边，各大打车软件都用过，都没车接单，眼看马上就要迟到了。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大众停了下来。小李，这要巧啊，出门没带伞吗？不如我捎你一程吧。我转头一看，是企划部的张经理，他从车上走了下来，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再3速邀请我坐进去。这雨越下越大，我道了谢就坐进去了。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。小李呀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男朋友来接你？我想到了沈星城，只是他并未给过我名分。苦笑一声，我道：我没有男朋友。张经理突然把手伸了过来，一把搭在了我的腿上。虽然你在公司很能干，但女孩子嘛，再怎么有本事也需要男人呵护。我吓了一跳，一把拍开他的手。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你装什么清纯？现在整个公司都知道你被包养的事情了，反正都是卖，这卖一个是卖，卖2个也是卖。不如伺候我，以后工作上我也会多照应你。停车。张经理不依，还死皮赖脸地说道：急什么？拐个弯才到酒店呢，你再怎么急，也不至于要在这里直接玩吧？王八蛋！我气急败坏之下，一个耳光甩了过去。别碰我，否则别怪我把事情闹大，你我都别活了。张经理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推开副驾驶室的门，仓皇逃离。等到下班，就在大伙下午准备打卡回家的时候，外面突然闯进了一个肥胖的妇女，她身后还带有几个跟班。她走到我面前：你就是瑶瑶。长得一脸狐媚样，不愧是当小三的好材料，把我老公搞得差点脱精了，现在还有脸回公司上班。女人话音一落，办公室里一片惊呼，他们都用怪异的眼神看向了我，有的还夹着几丝幸灾乐祸。我诧异道：你丈夫是谁？有人看到你们的车子在酒店附近停过，你还敢装糊涂？原来她是张经理的老婆。不等我解释，她就带着人扑了上来，撕扯我的头发，还要扯掉我的衣服，扬言要我的果照发朋友圈发抖音。大，让他尝尝记性，
知道勾引别人老公的下场。我被打得浑身剧痛，他们却还不解气，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拿打火机往上凑，烧了你的头发，再毁了你的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。我剧烈挣扎，却挣脱不开。突然，一件西装外套罩在了身上。沈星辰看着我，眼神夹着担忧、心疼和愤怒。别怕，我来处理。半个小时后，张经理被辞退，张太太等人都被带去了派出所。听说等录完口供，就要因故意伤人罪被判了。录完口供，我去医院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，便被沈星辰送回了公寓。看着他凝重的脸色，我猜他心里应该有我，或许只是一点点。虽然相处1年了，他从来没有说过爱我，但这也足够我豁出去冒险了。我想了想，认真道：“知道我为什么不公布照片里的男人就是你吗？因为就算把你供出来，也能改变我是小三的事实。”沈星辰微怔，眸底闪过一丝刺痛。沈太太的位置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去她是爷爷留下来的遗愿，由不得我在这里儿女私情。你也答应过我，不会将我们的事公开出去。我愣了愣，有些失落。当初为了接近沈星辰，我答应了他开出的所有条件，本以为自己有信心打动他，从而改变这一切。可事实证明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异想天开罢了。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有原则的多。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你愿意自己的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接受私生子的命运，一辈子也抬不起头做人吗？沈星辰眸中闪过一丝异样，不知道是惊喜还是愤怒。我屏息凝神，死死攥紧手心，期待地等着他的决断。等了很久，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目的答复，只说会安排个佣人过来照顾我。待沈星辰离开，我再次联系了莫问，让他把我怀孕的消息散布出去。莫问再三劝我理智一点，不要急于一时，毕竟消息泄露的越多，对我的处境越危险。可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，因为下个月就是他们的婚礼，我一定要赶在婚礼之前毁了卢莹莹，哪怕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。隔天，公寓里来了个佣人。王姐看起来憨厚老实，能做一手好菜，可是孕初期的我什么也吃不下，基本上是吃什么吐什么。网上关于我是小三的内容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。我知道这是沈星辰的功劳，但他终究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。而从那天之后，他再也没来这里。我摸了一下还没有隆起的肚子，独自一人来到医院，握紧奶奶那瘦如枯枝的手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怎么办？再过不久他就要跟卢莹莹结婚了，我不但没有替妈妈报仇，甚至还怀上了她的孩子。说好了接近她，只不过为了复仇而已。可为什么看到她即将结婚，我还舍不得打掉这个孩子？我哭累之后，打算给奶奶擦身子，没想到刚一掀起袖子，发现手臂竟然一片浮肿。我急忙叫来护士问及原因，他们解释说是科室里来了个实习生，不小心打错了药水，不过问题并不严重，所以就没有通知家属。我全身都冰冷了起来，心里涌起了一丝不安。从医院里出来之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经过婚纱店门口的时候，竟然遇到了卢莹莹，她身边跟着2个闺蜜，看我时的眼神高傲中夹着不屑。听说你怀孕了？我冷笑，没错，孩子是你未婚夫的。卢莹莹精致的五官拧成了一团，彻底扭曲了起来。
她身后的2个闺蜜更是大骂我是绿茶婊，还扬言要我自己亲手扼杀腹中胎。卢莹莹忽然道：“你今天应该去看过奶奶了吧？看到她满手浮肿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好受？想要你奶奶安好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应该不用我教吧？”说完，她便大摇大摆地离去了。那一刻，我全身的温度都冰冷起来。原来打错药水是蓄意而为之的，为了赶我走，连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吗？怎么办？报警吗？可我并没有证据。再说了，他再怎么大胆，也不敢置奶奶于死地，顶多让奶奶不那么好受而已。可即使这样，也是我所不能承受的。我思来想去，转身走进旁边的药店，拖着疲倦的身体，我慢慢地回到家里。王姐炖了一锅安胎汤，劝我喝下。看着汤，我泪如雨下，拿出白色药丸，一起咽了进去。没过多久，腹部开始传来剧烈的疼痛感，我倒在地上。昏睡中，我被沈星辰叫醒。他气急败坏地问道：“你刚才吃了什么？”我苦笑：“堕胎药。”沈星辰愕然地看着我，眼神微沉：“因为没有给你沈太太的头衔，你就要把孩子打掉吗？让我打掉孩子的不是头衔，而是你的未婚妻。”沈星辰脸上露出了一丝错愕，或许是怀疑我说的话。毕竟卢莹莹在人前是乖乖女，是连只蚂蚁都不忍心捏死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对毒害一条生命？相比之下，我这个万人唾弃的小三才是十恶不赦的。沈星辰没有心思去分辨我说的是真是假，强行捏开了我的嘴巴，然后伸手指去抠喉咙，直到刚才咽进去的汤水和药物全部吐出来之后，他才松了一口气，但看我的眼神却多了几分冷漠。随后，他交代王杰好好看住我之后，便愤怒地转身扬长而去了，像是要去找卢莹莹当面对质。看着那颗药丸，我撕心裂肺地笑了起来，原来他在乎啊。可过了2周，我却等来了他们婚礼如期举行的消息，真可笑。或许在沈星辰的心里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。既然不是，我为什么要生下这个孩子？婚礼开始前夕，我偷偷联系了莫问，确认一切置于安排妥当之后，才混入了人群之中。神父打开了圣经，惯例地询问着你是否愿意的问题。就在交换戒指最后一个环节的时候，原本播放2人幸福画面的屏幕上突然响起了呻吟声。所有人吃惊地齐齐望向屏幕，只见画面里出现了2个衣不蔽体的身影。沈星辰粗鲁地扯掉了我身上的衣物，并疯狂地亲吻着。不知道沉寂了多久之后，人群终于炸了起来。卢莹莹死死地瞪着屏幕，脸色一片惨白。最后还是卢太太冲上台来，勒令马上把屏幕关掉。我走上舞台，阻止他们。卢莹莹错愕之后，望向沈星辰：“快，告诉大家，李瑶瑶是趁你喝醉的时候假扮成我才跟你发生关系的，你根本就从来没有爱过她。”谁说没有？莫问从人群之中跳了出来。张太太大闹办公室的时候，是谁为瑶瑶挺身而出，并带她去医院的？还有，论坛上不是说她被包养吗？别人看不出相片里的那个背影是沈星辰，难道你也认不出来？来宾们纷纷掏出手机，打开了相片对比，发现背影果然是沈星辰的。卢莹莹气急败坏，大骂我是不要脸的小三。我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相片，反问：“我是小三，那你又是什么？”
他定睛一看，脸色再度苍白了起来。台下的人纷纷把目光聚集在我手上的那张相片上，有人认出里面的人就是5年前的江南才子李月。接着又有人道出了李月当年的风流事迹，因为跟一富家女相恋，所以抛妻弃女。李月的糟糠之妻为了挽回他的心，在小三生日那天从28楼跳了下来。李月本以为自己一片真心便能入赘豪门，结果不足半年，该富家女嫌弃他臭名昭著，很快便另寻新欢了。郁闷寡欢之下，李月日日借酒浇愁，最后还因酒醉丧生于车轮底下，仅留下还在读高中的女儿和年迈多病的母亲。卢莹莹脸色惶恐地倒退了一步，终于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，李月的女儿。当着众人的面，我说出了卢莹莹当年的丑行，百般勾引我父亲，还逼死了我妈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台下混乱了起来，讨论声越来越大。那些人看我的眼神，由开始的愤怒变成了同情，看卢莹莹的眼神也就由同情变成了极致的愤怒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终于畅快了，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王八蛋，我杀了你！气急败坏之下，卢莹莹猛地一把将我从礼台上推了下去，耳边响起了一片刺耳的惊叫声。我感觉到头部有一股热流拼命地涌了出去，下一瞬我就失去了意识。醒来时，我已经出了 ICU 病房，转入一般病房。躺好后，我打开微博，如我所料，这场婚礼登上了热搜。一夜之间，卢莹莹变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。接着媒体还挖掘了她更多的不堪事迹，读高中时就跟社会青年混在一起，18岁就堕过胎，甚至大学时因跟人抢男朋友而大打出手，从而被学校记过。我没有笑，毕竟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孩子没有了。虽然已经成功报复，但我知道事情肯定不会就这样完结，因为卢家吃了鳖，又怎么可能会就此罢休？既然大仇已报，也许是时候想坦白关于心脏的事了。其实移植到沈星城心口的那颗心脏，根本就不是我前男友的，我当初只是用这样的借口接近他而已。这时，微信有个陌生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奶奶被转移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。我全身瞬间冷却，手也微微颤抖。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，李瑶瑶，如果我现在把你奶奶的氧气管拔掉的话，你说她会不会死得很痛苦？我尽量迫使自己冷静下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半小时之内到余峰山来，我要你死在我的面前，一命抵一命。我别无选择，立即拨打医院的电话，确认奶奶被卢莹莹带了几个混混闯入医院，强行带走，院方那边已经报警。随后，我马上打电话给沈星城，便先行去了目的地。卢莹莹站在了山顶的悬崖边，旁边冰冷的地板上停放着一具尸体，是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！我撕心裂肺地扑了过去，泪水沾染了衣襟，却发现奶奶已然没有了气息。卢莹莹不屑地笑道：“我知道斗不过你，所以只能提前拔管，把怨恨发泄在你奶奶身上。你都不知道氧气管拔掉的时候，你奶奶的身子抽搐的有多厉害。如果她临死之前看到的那个人是你的话，应该走也走得很开心。可惜呀，我用手捏住了她的鼻子，堵住她的嘴巴，看着她的脸由白转红，真好玩。沸腾的血液直冲脑门，我一把扑了上去，我杀了你！
卢莹莹从背后掏出了匕首，一把刺进我的小腹。这时，沈星成带着人赶了过来，警方掏出手枪，要卢莹莹双手抱头蹲下。可他却把匕首架在了我脖子上，又爱又恨地望着沈星成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从一开始就利用你来报复我？我调查过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前男友。我大惊，本打算自己亲口解释的，没想到被卢莹莹捷足先登。沈星成却轻描淡写道：“我知道，其实我的心脏根本就不曾被移植过，当初跟大家开的一句玩笑，没想到就这样传开了。”我和卢莹莹都很错愕，她知道真相，为什么还陪我演了那么久？卢莹莹也被激怒了，她举起匕首，狠狠地刺向了我的心脏。砰！千钧一发之际，山头顿时传来了接连的枪声，有的打在了卢莹莹握匕首的手上，有的打在了她的脑袋上，更有的打到了她的身子上。卢莹莹倒下，沈星成迅速扑上前来，紧紧地抱住我，火速赶往了医院。3天后，我醒了过来，听说卢莹莹当场就被警察击毙了。卢父因为经受不住痛失女儿的打击，导致精神分裂，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卢母见无人可依靠，很快便跟有妇之夫好上了。不得不说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毕竟当年他也是从小三上位的。出院那天，沈星成把我带到了墓园，他把奶奶葬在了妈妈的旁边。看着墓碑上2张黑白相片，我转眼望向沈星成，既然你的心脏从来就没有换过，为何当初我以此借口靠近你的时候，你却不拒绝？沈星成笑着摇了摇头，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既然你主动接近，我何不将计就计？只是当年家里联姻的事情，才没有办法向你表白。原来真正被蒙在鼓里的人是我。从一开始，2人都是别有用心的靠近，可有心就会生情。微风轻轻吹过，撩动了2个人的衣襟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十指相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